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龚俊本来想跟李沁约饭，结果李沁可能要转别的地方拍戏，龚俊忍不住问小沁：“你那戏啥安排？”这龚俊和李沁这是什么情况？本来约好了吃饭，结果李沁那边拍戏的安排一变，龚俊直接就问：“你那戏啥安排了？”这语气，这场景，我看着都替他着急，这到底是为啥啊？你说这娱乐圈的行程真是比天气预报还变幻莫测，前一秒还在计划着下次一起去哪家网红店打卡，后一秒可能就因为一个档期变动，所有计划都得推倒重来。龚俊这边显然是兴致勃勃，估计是早就想约了，结果李沁那边一说可能要去别的组，这一下就把他给整不会了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已经看好了一个心仪的包包，准备去付款了，结果店员告诉你这款要调货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，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了。你是不是的赶紧追问一句，那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或者有没有别的类似款？他那个你那戏啥安排问的一点不像是客套，更像是带着点急切，有点不甘心，甚至可能还有点小小的失落。这说明在他心里，这次饭局不是可有可无，是真的挺看重的。不然怎么会一听到可能不行就立刻抓着重点问行程呢？这的是多想见到对方，多想这次饭局能成型啊！想当初这两位在《梦华录》里的互动，多少人觉得意犹未尽。剧里是演得挺好的，出了戏感觉也一直是朋友，时不时在社交媒体上有个互动，看起来关系也挺不错的。龚俊那边平时也是个挺好说话，有点仗义的人，这次这么直接的去问李沁的行程，也说明在他看来，和李沁应该是那种可以比较直接沟通的朋友。这也侧面说明了，明星之间真的想好好吃顿饭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大家档期都满了，飞来飞去的，好不容易约上了，还得看剧组那边给不给面子。可能龚俊也是知道李沁那边拍戏很忙，所以才这么急着想知道具体情况，好看看有没有其他时间可以调整，或者看看能不能在行程的夹缝里挤出一点时间来。我倒是觉得龚俊这一下问的挺真实的，一点也不做作，不像有些人嘴上说着哎呀我好想你，结果一问行程就说哎呀我最近忙死了，下次吧。这龚俊直接就切入了关键点，一点不绕弯子。这就是那种我觉得你能来你就得来，实在不行也得给我一个解释或者一个另寻他法的机会。而且你仔细想想，娱乐圈里这种临时变卦的事儿太常见了，可能本来一个通告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去了，结果上面一句话，人又得飞去另一个城市，或者另一个剧组临时需要人，就得顶上去。对于演员来说，尤其是在拍戏的关键时期，有时候真的身不由己。李沁那边可能也是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才会让龚俊有点措手不及。我甚至在想，龚俊当时问这句话的时候，脑子里可能闪过好多念头。是不是这次约饭真的没戏了？是不是的等他这部戏拍完？或者能不能找个大家都能抽身的时间，哪怕只是短暂的见一面，吃个快餐什么的？这中间的过程就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拉扯和博弈，只不过在他们这个圈子里，这种拉扯的背后往往还掺杂着工作的压力和安排。而且现在很多演员不只是单纯的拍戏，还有各种代言活动综艺要参加，行程表上密密麻麻，排得比我的 KPI 还满。你想约个饭得提前多久就开始计划，还得考虑到对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通告，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拍摄日程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约到的。
你看龚俊这次他那个问句里面包含的信息量可大了，他不仅仅是在问你现在人在哪里，更是在问你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，我还有没有可能见到你。这是一种对现有计划的确认，也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探寻。所以当他听到李沁那边行程可能有变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抱怨，也不是叹气，而是直接去了解情况，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这种行动力其实也挺让人佩服的，说明他重视这次约饭，也愿意为之做一些努力。我一直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些微小的细节里，一个问句，一个表情，一个动作都能透露出很多东西。龚俊这次的反应让我觉得他是个挺实在也挺在乎朋友的人，他没有把事情搞得太复杂，就是直接问核心问题，然后看有没有可能解决。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，你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结果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就让你的重新调整。但关键在于你面对变化的时候是选择放弃，还是想办法去解决。龚俊这次明显是后者，他没有直接放弃，而是去了解情况，这才是处理问题应有的态度。我倒好奇，最后李沁是怎么回复的？是真的没空了，还是找到时间了？不过无论结果如何，龚俊这一下把事情直接挑明了，也挺好的，至少不用在那里瞎猜，不用在那里干着急。你说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可能就默默地等着，然后等对方有了空闲再说。可龚俊不是，他直接问了，这就是一种主动。而且他这个问法也不像是质问，更像是一种带着点期待的询问。他期待的是，你那边是不是还能有别的安排，或者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。所以这事儿吧，听起来是件小事，但里面藏着很多关于人际交往，关于工作安排，甚至关于明星生活的小秘密。而龚俊这一问，也把这些东西给悄悄地抖落出来了一些。就想问一句，这饭局最后到底还吃不吃了？万一真的没法吃了，龚俊会不会直接把外卖送到李沁剧组门口？这倒有点意思了。声明：本文90%以上的内容是我自己写的，少部分素材是借助 AI 工具帮助查找和核实信息，所有内容我都仔细检查过，图片素材都是真实的。文章的目的是传递正能量，避免低俗和不良内容，希望读者理解。